這次我們來介紹我們鈴蘭之劍的新角科爾 SP。職業突襲者能走5格，陣營鈴蘭之劍、漂泊者和瑞吉如風。光環將顯示於熒幕上。個性分為上下2部分，上半雷打不動，下半動不打雷。額外技能前襲，主動攻擊後可再移動，單體攻擊前施加重點標記。下半將顯示於熒幕上。前襲，瞬發，支援，對自己。進入前襲形態，倍率砍半轉藤穿透。爆率加爆傷的 30%， 額外轉藤穿透倍率最高 80%， 加總要 267% 才能吃滿。目前來說基本上吃不滿，要吃滿的話可能要等到13階開才能吃得滿。單體攻擊前對目標施加穿透1傷3，再次使用取消前襲。4擊，增益，獲得4成或以上，馬上消耗並再行動。目標確認。重點標記減益，使科爾 SP 對擁有者傷害穿透傷害提高，被擊敗會將印記傳給6格內的其他敵人，每回合最多1次。擁有者被其他角色擊敗，科爾獲得2成4擊。要練的話至少3星，4擊比較好獲得，且有機會1回合動2次。基礎技能擊退射擊 Pass。 第一階左邊盲點突襲，射程1乘4，對單位，造成單體傷害後，再對射程內敵人追加範圍傷害。對重點標記的敵人，攻擊和雙爆提升，從背面雙爆提升效果翻倍。右邊破曉的決議，協同號令物理，射程1格，對單位。無視援護防禦，施加降移動2，並擊退2格。對方沒有1個增益或2個減益，則追加1次攻擊，最多5次。第3階左邊煙幕游擊，支援瞬發，射程1到3，對地面。瞬移至目標空地，並使地形格變為2回合煙幕。自身獲得1次閃避，持續至下2回合行動開始。煙霧效果是在裡面會獲得隱身。3回合攻擊3級逆影獨行，逆影獨行是增益，若處於煙霧地形格，行動結束恢復生命，同時也是內建 CD。攻擊時若處於煙霧或範圍內2個不存在友軍，傷害和穿透傷害提升。右邊錯位隨行，瞬發物理，射程直線1乘5，對單位。選擇敵人朝自身方向擊退5格，觸發碰撞傷害時，目標受到1回合暈眩。攻擊前自身受到碰撞傷害減100%，之後瞬移到目標正面並造成傷害。攻擊後獲得1次閃避，3回合攻擊3。第5階左邊拖兔 Pass。 第5階右邊干擾戰術，被單體攻擊時若沒有閃避則先至並致盲，若被範圍攻擊則先至並目眩，使其範圍傷害降低，每回合先至最多2次。若在前襲，則在被主動攻擊後瞬移到對方身後進行反擊，造成穿透傷害，並獲得1次閃避，每回合1次。第7階左邊威懾戰術，瞬發物理，射程1到3，範圍1圈，對地面。選定後對目標範圍內施加傷害，驅散2增益，並施加1回合致盲、目眩及降攻2，並施加重點標記。右邊無蹤暗影 Pass。 第9階左邊破盾擊 Pass。 右邊閒光一現物理，射程1到3，對單位。造成傷害若與敵人距離小於等於2，則額外擊退2格，攻擊後回復1能量。攻擊時若與目標處於直線上，額外對直線1乘3的敵人造成範圍傷害。第11階左邊外勤準則 Pass。 右邊戰鬥興奮 Pass。 繼承技能從科爾，舊影魚襲被動，場上任意角色被擊敗時獲得3回合野獸狂熱，增加暴擊率及生命汲取，可疊加5次。主動攻擊敵人後回復1點能量，
擊敗目標則額外回復1點能量。本技能最高回復4點能量。從 SP 基本上和煙幕游擊一樣，附屬被動從增加傷害變成再移動。第一階傷害流雙開，工具人的話選右。第三階傷害流選左，工具人選右。第五階右沒有毛病。第七階左邊。第9階右邊。第11階兩個都可以，反正只是加攻擊而已，沒什麼用。那科爾 SP 的13階其實還算不錯，可開可不開。技能選擇，技能推薦，要傷害的話，盲點突襲，沒有背面就上錯位隨行，然後再來是上自身攻擊3的煙幕游擊和錯位隨行，最後則是破曉的決議。開關前夕在物理和穿透傷害之間轉換，輔助的話則是錯位隨行、威懾戰術，還有破曉的決議。不過只剩下推拉和減傷敵人，可能只有高難挑戰才有機會上。使用4擊來再動，3星開始較為好觸發，在協同體系3星也能夠有機會1回合2次，5星則較為穩定1回合2次。前期可切換物理和穿透傷害，並且令反應能額外打1次反擊。不過很可惜的是，他沒有跳躍、攀爬或者是翻越。玩下來的話，發現他有時候其實蠻難爬到對手的背面去攻擊敵人的。裝備推薦：專武，這個專武還蠻萬用的，其實可以抽抽看。再來是侍衛新生，還有短射弩。侍衛新生增加暴擊率。短射弩則適合打物理傷害。裝具：獨行者斗篷，還算蠻適合科爾的。再來就是其他的數值裝具，像是泰登盾，還有沙漏。最後是塔羅。首先，如果你要打物理傷害的話，就是法皇；穿透傷害就是死神。如果想要加點爆率爆傷的話，就是正義。但其實正義效果應該不是很強。刻印的話，我一律推薦劍杖。接下來是這個角色懶人包，3星起，最好5星。技能選擇：攻擊流派，雙左右，左右隨便。推拉流派，右右右，左右隨便。技能推薦：傷害的話，盲點突襲，錯位隨行。第二個是煙霧游擊或錯位隨行。第3個是破曉的決議。推拉的話，第一個錯位隨行、威嚇戰術，還有破曉的決議。裝備的話，專武侍衛新生短射。裝具：獨行者斗篷或其他數值裝具。塔羅、死神、法皇、正義、刻印、劍杖。那以上介紹就到這邊為止，希望大家會喜歡哦。